2024年9月27日，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尘埃落定，前干事长石破茂在第二轮投票中以微弱优势战胜了被视为安倍遗产继承人的高市早苗，当选为第28任自民党总裁。由于自民党在国会占据多数席位，石破茂将在10月1日的临时国会上被指定为第102任日本首相，接替即将卸任的岸田文雄。这一结果让许多人大跌眼镜。石破茂此前已5次参选自民党总裁，均铩羽而归，这次居然修成正果。更让人意外的是，在9位参选者中，石破茂并非最被看好的人选。早期舆论普遍看好小泉纯一郎之子小泉进次郎，或者是被视为安倍晋三政治遗产继承人的高市早苗。然而，正如日本经济新闻评论委员会会长菅野干雄所言，此次自民党总裁选举堪称乱例。2022年，日本政坛重量级人物安倍晋三遇刺身亡，现任首相岸田文雄因种种内外因素表现平平，未能形成长期政权。加之今年初自民党多个派阀相继宣布解散，日本政坛陷入罕见的乱局。在这种背景下，石破茂依靠其丰富的从政经验和相对温和的政治立场，成功抓住机会，最终胜出。对中国而言，石破茂的当选恐怕意味着一个新的挑战即将到来。首先，石破茂虽然被一些人视为亲中派，但这种看法其实很不准确。石破茂确实曾多次强调中国对日本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在对华政策上软弱。相反，作为前防卫大臣，石破茂对安全问题有着敏锐的嗅觉。他在竞选期间提出的亚洲版北约构想，就显示出他对中国的警惕。石破茂主张，美国在亚太地区拥有多个同盟关系，可以此为基础成立亚洲版北约。他认为，可以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环境相似的国家开始，逐步扩大。这一构想如果付诸实施，无疑将对中国构成极大压力。其次，石破茂上台后，日本在军事安全方面很可能会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石破茂曾表示，如果日本领空或领海受到侵犯，日本军方应该能够做出更强有力的反应。他说，目前警告是唯一的选择，而中国很清楚这一点。这意味着，在钓鱼岛等争议海域，日本可能会采取更加强硬的姿态。再者，石破茂主张让美日安全联盟更加平等。他提议，日本可以像德国那样在美国建立训练基地，认为这可能是一种极为有效加强联盟的方式，并能使日本军队最大限度地训练其作战能力。这种做法将进一步加强日美军事合作，对中国形成更大的战略压力。最后，虽然石破茂曾经表示不赞同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与中国威胁台湾混为一谈，但他仍然是台湾民主的坚定支持者。在今年8月访问台湾时，石破茂就表示，当务之急就是要防范今日的乌克兰变成明日的东亚，民主阵营并肩发挥威慑的力量，才能维护区域和平稳定。这显然是针对中国而发的。面对石破茂的当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表态显得颇为谨慎。他一方面表示不评论日本内政，另一方面又强调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这种措辞显示出中国对石破茂政府的担忧和期待。然而，中国若对石破茂寄予过高期待，恐怕最终会失望。虽然石破茂相对于其他候选人来说可能稍显温和，但他毕竟是自民党的总裁，而自民党并非亲中的政党。更重要的是，日本是一个民主国家，政治人物最终还是会尊重多数民意。而目前有超过80%的日本民众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石破茂想要改善中日关系，能做的事情
也很有限。更令中国担忧的是，石破茂政府很可能会延续岸田文雄政府重塑日本国际角色的政策。在美中全面对抗的大背景下，日本正在努力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最近，一艘中国航空母舰史无前例地穿越日本列岛，东京随即作出反应，首次派遣一艘军舰穿越台湾海峡。这种军事博弈很可能会在石破茂执政期间继续升级。对中国来说，更大的挑战可能还在后面。石破茂上台后，将不得不面对中国崛起、重塑亚太地区格局的现实，以及美国大选在即带来的不确定性。无论是哈里斯还是特朗普上台，美国的对华政策都不太可能出现根本性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很可能会进一步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并与韩国、菲律宾等国构建更紧密的战略合作网络，以制衡中国。与此同时，中国自身面临的挑战也在不断增加。最新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正面临新一轮下行压力。8月份工业增加值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降温速度超过预期，显示中国经济正在失去动能。尽管官方仍然坚持稳中向好的说法，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经济正面临严峻挑战。在这种背景下，石破茂的上台无疑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压力。一方面，日本可能会在军事安全领域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加强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合作，对中国形成更大的战略压力。另一方面，如果日本经济在石破茂领导下出现明显复苏，这将进一步加剧中国的危机感。这种双重压力可能会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石破茂作为前防卫大臣，对安全问题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敏锐的洞察力。他提出的亚洲版北约构想，虽然目前还只是一个设想，但已经引起了中国的高度警惕。如果这一构想真的付诸实施，将会彻底改变亚太地区的战略格局，中国可能会面临一个更加团结、更具威慑力的对手联盟。更值得期待的是，石破茂可能会推动日本在宪法解释上实现突破性进展。虽然他曾表示不赞同修改和平宪法，但他主张对现有宪法做出更加灵活的解释，为日本自卫队的行动提供更大空间。这意味着在钓鱼岛等争议海域，日本可能会采取更加强硬的姿态，甚至不排除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石破茂还可能会加强日本与台湾的关系。虽然他在访台期间对台湾有事的表态相对谨慎，但他毕竟是台湾民主的坚定支持者。在他的领导下，日本可能会在经济、文化甚至准军事领域与台湾开展更密切的合作。这无疑会进一步加剧两岸关系的紧张，增加台海爆发冲突的风险。在经济领域，如果石破茂能够成功推动日本经济复苏，这将对中国构成巨大压力。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各种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相比之下，如果日本能够走出长期低迷，重新焕发活力，这将极大地提升日本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中国可能会因此在国际舞台上失去更多支持，在各种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中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值得关注的是，石破茂可能会利用日本在高科技领域的优势，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他曾多次强调经济安全的重要性，主张加强对关键技术的保护。在他的领导下，日本可能会与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加强合作，构建更加严密的技术管制体系，进一步限制中国获取先进技术的渠道。此外，石破茂还可能会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发起更多挑战。作为一个坚定的民主支持者，
他可能会更加积极地推动所谓的价值观外交，在国际舞台上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政治体制。这不仅会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还可能影响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在地区事务中，石破茂可能会推动日本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他可能会加强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通过经济援助、安全合作等方式，试图削弱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南海问题上，日本可能会更加明确地支持菲律宾、越南等国，进一步复杂化局势。值得关注的是，石破茂可能会推动日本在军事装备上实现显著进展。他一直主张加强日本的防卫能力，在他的领导下，日本可能会增加对先进武器系统的投入，包括但不限于反导系统、远程打击能力等。这可能会对地区军事平衡产生影响，改变现有的战略态势。总的来说，石破茂的上台可能会让日本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加积极和主动的角色。这个新的日本不仅在军事安全领域可能会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还可能在经济、技术、外交等多个领域寻求更大的影响力。然而，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期待一个所谓的亲中派日本领导人能够显著改善中日关系，很可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即便是石破茂这样被某些人视为相对温和的政治家，也难以逆转两国关系的整体趋势。毕竟，面对一个正在开倒车的组织，仅凭个人意愿和友好姿态是远远不够的。历史已经多次证明，外交场合的表面和谐，无论是握手言欢还是推杯换盏，都无法真正改变国家间的根本矛盾。即便是曾经与中国官员一起畅饮70多杯茅台的友好经历，也无法保证未来的政策走向。国家利益、国内政治压力以及国际格局的变化，才是真正决定双边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